不要用武力，不要用兵器，直接用手去拿。楚风说话间便伸出手来，摘向了一颗矿石，而他竟然真的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将一颗矿石拿在了手中。见此一幕，众人如疯了一般，纷纷出手去采摘此处的矿石。这一刻，修武者的劣根性暴露无遗，众人都在疯狂的抢夺，尽量去掠夺此处的矿石。倘若此处不是楚风带着他们来到这里，给予楚风面子，怕是为了抢夺矿石，都会有人直接出手去镇压那些比他弱的人，自己独占此处的修炼资源。而看到众人如此，楚风倒也是觉得他只能帮他们到这里了，所以楚风没有继续采摘此处的矿石，而是看向众人说道：“请停一下。”此刻，众人皆是陷入了贪婪的欲望中，若是旁人叫他们停一下，莫说他们不停，搞不好还会出手教训那人。但是因为此刻喊出此话的乃是楚风，众人倒也是听话，哪怕再不情愿，却也是纷纷停了下来。楚风兄弟，怎么了？楚风公子，有何事吗？众人纷纷问道，语气依旧和善。大家听我一句话，此处的修炼资源都属于你们，我楚氏天族不会与你们争抢。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楚风带着你们来到此处，是因为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简而言之，我们应该算是盟友。所以我不管你们接下来是选择躲在此处避风头，还是继续寻找其他修炼资源，但我希望在座的所有人不要因为抢夺修炼资源而出手，就算出手，也希望你们对灵狐天族的人出手。对灵狐天族出手，我楚风敬佩你们；但若此处之人出手，我楚风将鄙夷你们。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放心，我们宛如自家人，一定不会自相残杀。对，楚风兄弟，你放心便是。众人纷纷表态，表示自己不会自相残杀。见状，楚风则是挥了挥手，随意便准备带着楚青、楚双双以及楚浩言和楚环宇离开此处。楚风将自己所知的修炼资源告诉了他们一处，并且还是一处非常隐秘，并且资源相对丰厚的地方，已可谓是仁至义尽。所以楚风不准备继续管这些人了，无论接下来他们是死是活，楚风都不会管。事实上，楚风觉得他们若是安稳地躲在此处，待时机成熟，直接离开这圣灵光之阵，是绝对不会有事情的。但是他们若不满足于此，还要出去寻找修炼其他资源，那么就需要为自己的那份野心承担相应的风险。楚风与他们非亲非故的，自然也就没有管他们的理由。眼下根据体内圣灵兽力量的指引，楚风已是得知了这圣灵光之阵内大部修炼资源所在的位置，而眼下带着众人所来到的，其实也只是一座中等偏上的修炼资源而已。楚风现在准备带着楚青等人去寻找更加庞大的修炼资源。楚风公子，你要走了吗？见楚风要走，立刻有女子开口。还有事？楚风问道。楚风公子，我能继续跟着你吗？女子问道。见状，在场的不少人也都向楚风投去了渴望的目光。楚风之能力已经彰显而出，跟着楚风不仅是安全的保障，并且还能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大家自然都想跟着楚风。不行，接下来你们所有人只能靠你们自己。楚风说道，他的态度很坚决，甚至有些绝情。可是所有人也都清楚，这是情理之中，楚风本就没有关照他们的理由，所以人们倒也没有怪罪楚风的意思。楚风公子，那你能否告知一下这矿石如何使用？女子问道。是啊，楚风兄弟，这矿石该如何使用呢？见状，在场的众人也是纷纷问道。凭借修武者那敏锐的身手，短短片刻时间，他们都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矿石。只是这矿石之中所蕴藏的天地能量虽强大，可是人们却发现竟然无法炼化。这矿石是会变化的，现在还是封印期，自然无法进行炼化。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解开封印，那个时候应该便可使用了。楚风说道。多谢楚风公子提醒。听得楚风这样一说，众人露出了心安的笑容，而楚风也不再犹豫，身形一纵，便荡起一片水花，随后便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楚青等楚氏天族的星宿也都全部消失了，是楚风带着他们离开的。而楚风速度太快，楚风向哪个方向而去，众人都是看不到，所以众人短暂的愣神之后，便再度投身到了疯狂的争抢之中。虽然为了争抢矿石难免发生摩擦，但可能是考虑到答应过楚风，所以最多就是拌一拌嘴，倒没有发生动手的事情。楚风带着楚青等人前往了他所知道的修炼资源所在的位置，没有了那些人的跟随，楚风等人可以肆无忌惮的享受他所知道的所有修炼资源，而一切也进展得很顺利。楚风带着楚青等人在诸多修炼资源不断的开采着，开采完一处便进入下一处，不过短短3日的时间，楚风他们就已经开采了18处修炼资源。这18处修炼资源全部开采之后，楚风、楚青、楚双双、楚环宇、楚浩言等人的乾坤袋内都是装得满满的。感受到乾坤袋内的那些矿石，无论是楚青和楚双双，或是楚环宇和楚浩言，都是非常的兴奋。如此庞大的修炼资源，只要待其封印解开，便可开始进行修炼。他们觉得他们都会得到极大的收获。突破修为怕是不难，而对于修武者来说，突破修为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啊！能这么快便再度突破修为，他们自然欢喜。最令他们欢喜的是，楚风明明已经带他们开采了18处修炼资源，可是现在楚风却还在带着他们继续寻找新的修炼资源。楚风根据圣灵兽残余力量的指引，得知了20处修炼资源的位置，告知了离岸之1处，带着那些人去了1处，而剩下的18处，他已经与楚青等人全部开采完毕。虽然现在的他们已是收获极大，可是在楚风来看，这圣灵光之阵内的修炼资源绝对不止20处这么简单，所以楚风在寻找新的修炼资源，并且楚风的天眼也是发挥出了极大的功效。眼下楚风目标明确，楚风弟弟，我们进入圣灵光之阵已有3日时间，这期间偶尔遇见过跟我们一同进入此处的星宿，怎么就是没有看见
灵狐天族的星宿，他们应该不可能不进来。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你可有猜测？楚双双问道。虽然这3日以来，他们皆是安然无恙，可是楚双双仍然有些担忧。有句俗话说的好，暴风雨来的前夕，总是异常的宁静，所以这3日的安然无恙，反而让他越发的不安。这光之阵，我们都不曾进来过，关于光之阵的修炼方式，我们也不了解，但是灵狐天族一定了解，所以想必他们此刻应该也没有闲着才是。只是具体在做什么，我也是不得而知。楚风说道。可就在这时，在圣灵光之阵的中心区域，忽然传来阵阵雷鸣声，紧接着道道金色的光华开始不断的自远处传来。那光华太过耀眼，哪怕他们距离那里相隔很远，可却也看到得到。那金色光华的壮观，是异象，天线异象，那里一定是出了至宝。看到那漫天的金色光华，楚怀宇与楚浩言顿时变得兴奋起来，就连楚青和楚双双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激动之色。那可不是什么至宝出世的异象。楚风说道。什么？不是至宝出世的异象？那是什么？听得楚风这样一说，楚青等人皆是神色一动。那景象的确不凡，但是人为所致，而并非是真正的异象。楚风说道。人为？你说是有人故意弄出了异象？可是是谁呢？莫非是灵狐天族？起初楚怀宇等人还有些不解，可是很快的他们便想到了一个可能，除了灵狐天族，又会是谁呢？灵狐天族这些日子果然没有闲着，竟然花费足足3日时间，造出了如此逼真的异象。看来他们是想守株待兔了，而且这些自投罗网的兔子还不会在少数。楚风说道。而楚风一番言论也是道出了灵狐天族的阴谋。灵狐天族就是要引诱众人上当，而只要过去，那就绝对要倒大霉。这灵狐天族未免也太阴险了一些吧？楚风弟弟，那要不要想办法通知一下其他人，免得他们上当？楚双双问道。来不及了，现在大家已经都过去了，况且这样的异象连我都弄不出来，灵狐天族的人一定是借助了某种至宝的力量，否则不可能覆盖整个圣灵光之阵。楚风说道。那这么说来，岂不是要有好多人倒霉了？楚双双说道。的确是这样，不过这与我们无关，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剩下的只能看他们自己了。楚风说完此话，便继续前行，向他锁定的修炼资源的方向飞掠而去。而与此同时，散落在圣灵光之阵各地的星宿，则是纷纷向那圣灵光之阵的中心区域飞掠而去。他们都上当了，都以为那里真的出现了至宝，纷纷前去，自投罗网，异象漫天。而在那异象的下方，更是七彩斑斓，极为的耀眼，就如同在这异象的下方真的隐藏着至宝一般。可旁人却不知道，其实在这异象的下方隐藏着一伙人，这伙人正是灵狐天族、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他们自打进入这圣灵光之阵，便直接来到了此处，并且运用手段伪造出了这个异象。而眼下他们也是运用隐藏阵法，将各自隐藏了起来。至于目的，便如楚风他们所猜测的一样，他们会来吗？我们集齐所有人的力量，制造出了这异象，若是他们不来，那我们岂不是亏惨了？是啊，足足3日时间，他们应该得到了不少好处了吧？此刻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人有些担忧的发起了牢骚，原来他们也在担忧他们花费3日时间辛辛苦苦布置的阵法，却等不到那些自投罗网的人。你们是信不过我。然而面对众人的牢骚，那灵狐伦却是轻哼一声，随后用那不悦的目光看向了众人。不是，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见状，众人赶忙连连摇头，虽然心中的确忧虑满满，可是他们却也不愿得罪灵狐伦。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的众人纷纷开始解释，放心吧，修武者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之前不敢到这圣灵光之阵的中心区域，但是当此异象出现，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来此。更何况我们这异象是如此的真，他们是不会知道这其实是我们伪装的。只要在此期间我们都不露面，他们便会觉得我们不在这里，甚至觉得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圣灵光之阵。在确认此处安全之后，他们便会纷纷自投罗网。灵狐伦自信满满的说道。只是听得他的话后，众人虽然表面安稳下来，可是实际上内心依旧充斥着疑虑。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灵狐伦言中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陆续有人靠近这里。起初那些人小心翼翼，用各自最强的手段隐藏自己，一点一点的靠近，并且也只是在异象外观察。当觉得安全之后，才越发大胆的向异象的中心区域靠近。而无意外，凡是来到这异象中心区域的人，全部会被灵狐天族的人以无声无息的手段把他们关押起来。那些被抓的人起初很是害怕，一个个皆是放下了天才的身份，开始道歉求饶。但令他们意外的是，灵狐天族居然并没有难为他们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抢夺他们在此处所获得的矿石。一时之间，他们反而觉得离岸之和楚风想多了。灵狐天族的这些星宿虽然都很厉害，甚至比楚风和离岸之还要厉害，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霸道。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之所以没有对他们出手，那是因为灵狐天族有着另外一番打算。我们等了这么久，始终没有等到那个楚风，甚至连楚氏天族的一个人都没有等到，就连离氏天族的人也没有等到，只是等来了一群废物。灵狐兄啊，真的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只是我们继续等下去，楚风他们只会掠夺更多的资源，而我们只会白白错失良机。终于，梦魇灵族的梦魇无双忍不住对灵狐伦开口了，他已经不想再这样坐以待毙。是啊，灵狐兄，我们总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吧？紧接着，通天兽族的通天渊明也是开口说道。虽说他们二人皆是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语气却很是柔和，甚至有些谦卑。可是看得出来，哪怕是身为祖武十星第7位的梦魇无双和身为祖武十星第8位的通天渊明，他们与灵狐伦说话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于他。对于这光之阵，是你们了解，还是我灵狐天族的人了解啊？灵狐伦反问道。这个当然还是你灵狐天族的人了解，
二人笑着说道：“虽说此次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确也都进入了这光之阵，可是之前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对于光之阵，其实他们的确是不太了解，甚至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再等一下，我便告知你们一切。”灵狐轮卖关子的说道。而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看灵狐轮那自信满满、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虽然心中仍有些忐忑，倒也不好再说什么。然而过了没有多久，那些被囚禁之人的乾坤袋上竟然闪烁着其耀眼的光华，紧接着一道道萤火虫般的光芒体竟自那乾坤袋中飞掠而出。看到这一幕，那些被囚禁之人的脸上都是或多或少的涌现出了不安与惊慌，因为他们很清楚，那些飞出来的光芒体正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修炼资源啊！这些矿石因为封印的原因，他们一直无法炼化，没成想现在不仅可以自行移动，竟然还能穿透他们的乾坤袋，直接飞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众人一脸的惊讶与迷茫。然而就在这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却又发生了，那些矿石就好像认主一般，纷纷钻入了他们的体内，与他们身体相融，感受到那矿石的确与他们相融，并且化作特殊的力量，在他们体内游走，向额头汇集而去后，原本慌乱的众人忽然变得踏实起来。这矿石进入体内，与他们相融，那便是他们的了。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们都可以得到这矿石内的力量。可是紧接着，人们又有些茫然了。明明那矿石已经进入他们体内，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得到矿石的力量。而与此同时，他们感觉自己的额头忽然火辣辣的，望向身边之人，忽然发现在他们的额头之上出现了一个纹路，光芒闪烁，其中更是散发出强大的天地能量。这是怎么回事？一时之间，众人再度陷入了不解之中。那矿石明明已经融入他们的体内，为何没有天地能量没有融入他们体内，反而化作一道符文印在他们额头之上？事实上，不仅被囚禁的众人不解，就连梦魇灵族以及通天兽族的人看到眼前的一切，也都是一脸不解。然而在众人一脸茫然之际，灵狐天族的众人嘴角却是不约而同的，在他们的嘴角洋溢起一抹上翘的弧度。看来一切皆是不出我所预料。灵狐轮开口说道。听得灵狐轮这样一说，众人都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灵魂轮。而面对众人的目光，灵狐轮也是缓缓开口：“不解吗？没关系，让我来告知你们，这圣灵光之阵虽然我们也是第一次进来，可是那光之阵我族内的兄长们却曾进入过多次，所以我们便推断，哪怕是这圣灵光之阵的修炼资源要比寻常的光之阵强大得多，可是这里修炼方式应该也是与光之阵一样的。而事实证明，我们猜对了。现在就让我灵狐轮来让你们了解一下，这圣灵光之阵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修炼之地。如大家所见，圣灵光之阵内的修炼资源便是一种特殊的矿石，我们称它们为光之矿石。但是想要获得光之矿石的内的天地能量和修武之道，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简单的说，需要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便是封印期，这个期间哪怕是将光之矿石开采下来，可也无法获得它的力量，甚至你们都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第二个时期便是解封期，解封期到了的时候，所有光之矿石上面的封印都将被解开，尚未被开采的封印矿石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被开采下来的矿石便会融入与他们最近之人的体内，并且凝聚为光之符文，也就是你们此刻额头之上的东西，那便是光之符文。但是哪怕与你们融合了，可这个期间你们也依旧无法炼化于它。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还有最重要的第3个时期，这便是融合期。到了融合期，光之符文才会与你们的力量相融，而这3个时期的时间乃是由这圣灵光之阵掌控的。我们能做的只是顺其自然，当然也不全是顺其自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各自的手段，尽可能的去得到更多的光之符文。听到这里，也许你们会觉得我所指的得到更多的光之符文，就是去找到更多的矿石，让它与自己相融。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所说的得到更多的光之符文，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而是这样。话到此处，这灵狐轮的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随后只见其身形一纵，便来到一人身旁。此刻灵狐轮的目光凝重，阴沉的眼眸之中竟也隐藏着一丝不确定，他似乎在担心着什么。可是哪怕担心，但他还是出手了。他将自己的手指按在了那位的额头之上，下一刻那位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而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他额头之上的那光之符文竟然化作一道光芒体，顺着灵狐轮的手指被抽走了。很快的，那光芒体涌入令狐轮的额头，化作一道光之符文印在了他的额头之上，并且人们注意到此刻印在灵狐轮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似乎比先前还要耀眼了不少，就仿佛那光之符文得到了升华一般。而在观那个被掠夺了光之符文之人，此刻脸色苍白，甚至骨瘦如柴，就仿佛自身的力量都被抽干了一般，那叫一个虚弱，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幻，随后竟然消失了。天哪，这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见到这一幕，众人都吓坏了，都以为那位是被灵魂给抹杀了。一时之间，被囚禁起来的众人再度开始了苦苦哀求。而此刻，不仅灵狐轮的脸上洋溢起兴奋的面容，所有灵狐天族的族人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面容，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经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光之符文可以掠夺，而在此之前他们是无法确定的，所以灵狐轮出手之前才会不安。大家别慌，他根本没有死，只是离开了圣灵光之阵。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主域的广场之中，和他的族人团聚了。兴奋之余，灵狐轮对那些求饶之人解释道。听得此话，众人则是一愣，相信你们也看到了我刚刚所做的。而如大家所见，其实这光之符文是可以掠夺的，并且从他人身上掠夺来的光之符文
会得到一定的增强，而与此同时，被掠夺了光之符文的人也将被淘汰出局。圣灵光之阵会直接将他驱赶出去。当然了，被掠夺的过程是有一点点痛苦的，所以大家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才是。话到此处，灵狐轮向自己的族人使了一个颜色，见状，那些灵狐天族的族人便立刻出手，纷纷扑向了那些被囚禁之人，并且开始夺取那些人的光之符文。一时之间，惨叫之声此起彼伏，响彻不断。而凡是被剥夺了光之符文的人，也是很快被消失在此处。他们全都进入了那座广场之中。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自己的族人纷纷出现在此处，并且一个个的皆是一脸的病相，就仿佛灵魂都被抽干了一般。看到自己同族的弟弟妹妹这般，那些原本在广场看台之上的各方族人都是坐不住了，纷纷自看台上飞掠而下，来到各自族人的身旁，开始用各自的手段，纷纷为自己的同族弟兄疗伤。只是在众族慌乱之际，灵狐天族众人的脸上则是涌现出了喜悦的弧度，因为看到这些人之后，他们也是确定了光之符文是可以掠夺的，而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东郭冰也开口向灵狐天族的族人询问道，因为他注意到了灵狐天族族人的反应，他知道灵狐天族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莫慌，他们只是被夺取了光之符文而已，不会有事的。见此情形，灵狐天族的人缓缓开口了，并且为他们解释起了关于这光之符文的事情。听得灵狐天族解释之后，各族族人则是纷纷向各自的族人询问起来。起初那些人因为太虚弱，都无法回答，直到伤势缓解之后，才说出了实情。而那实情自然是与灵狐天族所说的相同。确定此事之后，各族族人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本以为进入圣灵光之阵能够多少获得一些好处，却不曾想好处没有得到，反而受了如此罪行。尽管没有亲眼见到这些族人被剥夺光之符文的情景，可是看到他们此刻那痛苦的模样以及虚弱的身体，人们却也能够想象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光之阵本就是如此残酷，莫说是你们这些人，就算我灵狐天族的兄弟姐妹，有时候为了提升修为，也会进行光之符文的抢夺。这也是为何我们之前不允许你们进入圣灵光之阵的原因。只是可惜你们不听劝啊！灵狐天族的族人说道。本就是心中不舒服的众人，听到灵狐天族的这番话，心中更加难受了。只是奈何他们哪怕再不爽，却也不能说什么。谁让他们太弱，根本不具备与灵狐天族对抗的实力。其实害了你们的不是我灵狐天族的族人，而是那楚风啊，是他要带着你们进入圣灵光之阵的。不过他不光害了你们，也害了他自己。你们也别急，要不了多久，那楚风也会出现在这里。你们若有什么委屈，那个时候再与他说也是不迟。灵狐天族的族人纷纷开口说道，而他们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无疑就是风凉话。毕竟伤害了众人后，又能把罪责推脱于他人身上，这实在是太无耻了一点。我们的确是跟随楚风进入圣灵光之阵的，但却不是楚风强迫我们进去的，所以发生今日之事，我们绝对不会怪楚风。没错，楚风不仅带们进入圣灵光之阵，还带我们寻找到了丰富的矿源，他对我们有恩，乃是我们的恩人。更何况夺取了我们光之符文的又不是楚风，我们根本找不到怪罪他的理由。终于，那些被剥夺光之符文的星宿们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尽管他们都很虚弱，可是气势倒是不俗，他们心中的怒火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这么说来，你是怪我们灵狐天族了？看来你们还不清楚，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还不明白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谁做主。而听的那些星宿的话语后，灵狐天族的许多族人都是露出了怒意，甚至有人干脆起身，宛如要教训这些星宿一样。算了，刚进来的人不懂规矩，都坐下吧。就在此刻，久久未语的灵狐铁面摆了摆手，向来面容冰冷的他，此刻脸上不仅冰冷之意消散，甚至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看来他的心情很好，而他的心情能够这么好，自然也是因为他灵狐天族的族人在那圣灵光之阵内占据了掌控权。他自信，无论是这些族人，还是那楚风，在圣灵光之阵内都会栽在他灵狐天族的手中。看来那楚风在你们心中的威望很高，你们也许觉得那楚风能够替你们报仇吧，但我劝你们一句，还是打消这种念头吧。那楚风就算再强，也斗不过灵狐轮的。灵狐铁面说道。听得灵狐铁面这一番话后，那些星宿们也是不再言语。事实上，他们的确期望着楚风为他们报仇，哪怕在灵狐铁面开口之前，他们还在期望着这件事的发生。可是灵狐铁面的一番话，却像是一盆凉水浇在连他们的脸上，让他们变得清醒。楚风虽强，可是也不如那灵狐轮啊，毕竟灵狐轮他们都见过了，那可是一位武仙境的强者，虽然只是一品武仙，可是绝非天仙可比。楚风他如何能够斗得过那样的灵狐轮呢？此刻圣灵光之阵内，灵狐天族的族人皆是一脸的兴奋，他们剥夺了不少人的光之符文，能够感觉到各自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的确比在那些人的额头上时要强大了不少。只是在灵狐天族一脸满足与兴奋之际，可就眼馋坏了。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先前掠夺那些星宿光之符文的，乃是灵狐天族的族人，他们始终站在一旁旁观，没有出手，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因为他们不会忘记，这灵狐天族才是祖武修行界的主宰者，甚至他们能够进入这圣灵光之阵修炼，也全亏了灵狐天族，所以哪怕在这里，他们也不会忘记主仆的身份。只是他们却也想尽快的去开采此处的修炼资源。灵狐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寻找此处的修炼资源？终于，梦魇无双忍不住追问起来。而他这一开口，梦魇灵族与通天兽族的族人皆是露出了关切的目光。先别急，令狐伦淡淡一笑，随后便走向了那异象的最下方。在那里，
有一座主阵，那主阵便是这异象的根本。而很快的，灵狐伦便自主阵之中走了出来，并且在他的脸上还挂着一抹笑意。忽然，灵狐伦手臂一扬，一道道奇异的光芒体便向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飞掠而去。这时，看着手中的光芒体，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皆是神色一动，手握着光芒体，他们便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力量，那是一种指引的力量。灵狐兄，这是什么？梦魇无双问道。这是追踪符，可以追踪到所有凝聚了光之符文的人。现在就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将所有凝聚了光之符文的人全部抓过来，完成这个任务。这里的所有修炼资源，便任由你们开采。灵狐伦说道。灵狐兄，你既然有如此手段，又何必在此等待他们自投罗网？为何不早早给我们啊？此刻，通天渊明一脸不解地开口了。在他看来，既有如此手段，大可以从一开始就施展，没必要这样浪费时间。毕竟有布置这座阵法的时间，他有自信去将那些各族的星宿全部抓到此处。渊明啊，渊明，都说通天兽族空有修武天赋，却没有修武者该有的头脑。本来我是不信的，你这是在逼着我去相信吗？可是对于通天渊明的这个问题，灵狐伦却是表现出了极度的反感。依我看，这追踪符与这座异象大阵有关吧？此刻，梦魇无双说道。无双兄，还是你看得透彻。令狐伦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说道：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我为何要将你们召集于此，耗时耗力，甚至动用至宝来布置这座大阵了吧？因为这座大阵不仅会产生异象，它也具备沟通这圣灵光之阵的力量。而当这圣灵光之阵进入解封期，这座大阵之内便会产生追踪符。令狐伦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是我愚钝了，嘿嘿，是我愚钝了。听到这里，通天渊明也是恍然大悟，不由得尴尬地笑了起来。好了，别浪费时间了，把所有不知好歹的星宿们抓到此处，你们便可享受这里的修炼资源。对了，不许擅自夺取那些星宿的光之符文，若是有人敢这样做，休怪我不客气。灵狐伦警告道。明白，这句明白可不是假的，而是真的明白。虽然灵狐天族的算盘打得很好，光之符文只能他们来夺取，至于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罢了。但是哪怕明知道自己是被利用的工具，可是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人却也是心甘情愿地行动起来，因为哪怕被利用，可至少还有夺取此处修炼资源的机会，而他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呢？当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走后，灵狐天族的族人纷纷对灵狐伦问道：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灵狐伦说道：就这么等着？难道说任由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去夺取此处的修炼资源，而我们就这样浪费时间？灵狐伦此话一出，顿时让不少族人面露不解。而面对同族兄弟的这番不解，灵狐伦并未立刻回答，而是用精神力和感应手段观察四周。当确定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全部走远之后，才开口说道：你们知道为何此次铁面大哥让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进入这光之阵吗？为何？众人纷纷问道。那你们可知道光之符文可以夺取？我们什么时候发现的？灵狐伦反问道。是上一次光之阵开启。众位族人齐声答道。光之符文可以夺取，的确是上一次光之阵开启才发现的事情。毕竟平常进入这光之阵的都是灵狐天族的族人，他们族人不可能互相夺取光之符文。而直到上一次光之阵之内，因缘巧合之下，有人夺取了同族的光之符文，所以灵狐天族才得知了此事。没门同族不该自相残杀，哪怕不会致命，但是夺取光之符文也不应该这么做。所以铁面大哥才让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来帮我们啊！灵狐伦话到此处，嘴角扬起了一抹阴冷的弧度。原来是这样啊！而听到此处，灵狐天族的众位族人也是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灵狐伦的意思。搞了半天，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故意让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人去夺取修炼资源，从而在他们身上凝聚光之符文。而他们要做的，并不是花费时间去开采修炼资源，而是坐享其成就可以了。因为最终他们灵狐天族要夺取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光之符文，这一招可谓极狠。毕竟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可是他灵狐天族的同盟啊，只是我们这样做势必会引起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不满啊。有族人担心地说道。铁面大哥已经发现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私下勾结，暗中联手窃取主域内本不属于他们的修炼资源，此举只是给他们一点警告。灵狐伦说道。既然是这样，若是这样的话，那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可就是活该了。众位族人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又何必拦着楚风他们进来？应该直接让他们进来，然后再夺取他们的光之符文啊。是啊，这幸亏是楚风带着他们进来了，否则我们不是要白白错失许多可以夺取的光之符文。很快又有族人说道。光之符文可以夺取是上次才发现的事情，直到先前我们也都无法确定光之符文是不是就一定可以夺取，所以当时做的打算是拿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的人做个试验，若是可以夺取便夺取他们的，若是不能夺取，那也就只能便宜了他们。但是若是一开始就让楚风他们进来，结果又不能夺取光之符文，那岂不是白白便宜了这群废物？灵狐伦说道。这倒也是。众人点了点头，只能说老天是站在我灵狐天族这边的。本来我们已经将这些星宿拦在外面，结果他们偏偏要进来，以为得了便宜的他们，却万万没想到将成为我灵狐天族提升修为的踏板。灵狐伦的冷笑着说道。与此同时，灵狐天族的其他族人嘴角也同样挂着那抹既庆幸又阴冷的弧度。对于灵狐天族的计划，梦魇灵族和通天兽族可不知晓。他们凭借那追踪符开始疯狂地追捕那些凝聚了光之符文的星宿们，并且只要抓到了，便会立刻带到灵狐天族那里，交给他们处置。
只是他们的行动，楚风等人却是不得而知。因为楚风等楚氏天族族人如今正在一片深海的底部，这是一片巨大的矿区，只是此刻的矿石已被开采完毕，但是楚清等人却依旧没有离开，因为他们在等待着楚风。原来在这矿区之中，楚风发现了一个结界入口，那结界入口通往何处人们不知，但却能够确定入口之内有着强大的攻杀阵法。除了楚风，他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没有进入那结界之中的实力，唯有楚风可以。但是楚风进入之前却让他们留在此处，不得擅自离开，所以楚清等人才一直等在此处。楚风要什么时候才回来？这样等下去不是在浪费大家时间吗？楚浩言有些不耐烦了，因为距离楚风进入那大阵已经过去了足足2天，2天时间，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毕竟他们也不知道这圣灵光之阵还会开启多久，浪费时间。你看看额头之上的符文，能够聚集这么多强大的天地能量，都靠了谁啊？楚双双说道。此刻楚浩言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们虽然还不知道额头之上的叫做光之符文，但是他们额头之上的符文的确比其他族人要强大的多，毕竟他们所得到的光之矿石实在太多了，那么庞大的光之矿石凝聚一出，自然也就化作了极强的光之符文。我不是怪楚风，我只是觉得他这样下去其实不只是浪费我们时间，也是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啊。一番尴尬之后，楚浩言解释道，那结界之内密布着杀阵，危险重重，你不担心楚风安危，还说这种话，你们觉得合适吗？楚清也是开口说道，担心啊，我不担心会发牢骚吗？可是担心有什么用？我们能进去救他吗？我只是觉得既然担心没用，我们就不该坐以待毙，至少不能留在此处。楚浩言说道。我倒是觉得楚浩言所说的很对，我们依靠楚风已经得到了不少矿石，可我们不能一直依赖于他，既然他此去迟迟不归，我们也的确不该在此浪费时间。我想是时候我们自己去寻找修炼资源了。楚环宇也是开口说道，我们所在之地是楚风弟弟精心布置的隐藏阵法，在这里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出去可就不安全了。况且我们得到的修炼资源已经很多，待的修炼资源彻底解封，我们皆可收获极大，没必要这么贪心。楚双双说道。楚风自己也说，机遇与凶险并存，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此满足，既然你们决定留下，那你们便留下。楚风回来替我告诉他一声，我自行寻找修炼资源去了。话罢，楚环宇便拔空而起，离开了这座隐藏阵法。我也去。与此同时，楚浩言也是拔空而起。你们见状，楚双双本想阻拦，可却被楚清拦了下来。他们心意已决，便不要阻拦，否则只会怪你。楚清说道。这2个地点未免太不让人省心了。楚双双说道。若是所有人都能如楚风这般，我楚氏天族也不会今日的局面。楚清淡淡的笑道。听得楚风此话，楚双双则是再度叹息一声，因为他也深知，若不是族内本身不和，楚氏天族也许不是也许是一定会更加强大，只是奈何族人个个心怀鬼胎。可就在这时，一声惨叫却是忽然自上方传来，糟了，这股气息！而就在这一刻，楚双双也是面容大变，他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威压渗透入了深海之中，将楚浩言和楚环宇给困住了。见此情形，楚双双便要动身前去营救。别去，你救不了他们。而这一次，楚清则是再度拦住了楚双双。楚清此话刚刚说完，这深海的海水便肆意开来，竟然有着3只庞然大物跃入了这深海之中，每一个的实力都要比他们强大得多。正是他们用威压困住了楚浩言和楚环宇，并且此刻还用那巨大的手掌将楚浩言和楚环宇抓在了手中。这3位皆是通天兽族的族人，哈哈，真是走了大运了。本来只是路过，这追踪符境忽然有了如此强烈的反应，本以为是追踪符出现错误，没想到竟然真的有2个废物在这里，竟然还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哈哈，这下咱们可赚大了，抓到了楚氏天族的废物，灵狐轮他们搞不好会奖励咱们啊！不对，你们快看，这2个家伙的光之符文怎么如此强大？真的，我的乖乖，他们的光之符文怎么这么强大啊？这简直太可怕了！这3个通天兽族的族人本来还在感叹，追踪符忽然间传来的指引，让他们收获了2个楚氏天族的族人。可是很快的，他们又发现了楚浩言和楚环宇额头上的光之符文如此的强大，这简直惊呆了他们。快看下面，那应该是修炼资源吧？原来如此，如此庞大的修炼资源竟然被这2个废物发现了，难怪他们凝聚了如此强大的光之符文。废物倒还是真走运，如此强大的光之符文，我们干脆抢夺了吧，不然交给灵狐天族好浪费。别傻了，那灵狐轮诡计多端，你怎么知道我们抢夺了他人光之符文，他不会发现？若是被他发现，我们可就倒霉了。也是，既然如此，那只能便宜了灵狐天族的族人了。希望他们有点良心，好好奖励我们一番。那是一定的呀，毕竟这可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在那兴奋且刺耳的大笑声中，这3个庞然大物离去了。他们离去之后，这深海的水流却久久未能平息，难以平息的还有楚双双和楚清，通天兽族，他们居然也来到了这圣灵光之阵。此刻，楚双双一双美眸之中满满的都是不安。通天兽族倒是不足为惧，但听他们言中之意，灵狐轮也是进入了祖武修行界，并且在这圣灵光之阵内，那可是一个棘手的家伙。楚清说道。是啊，灵狐轮可是祖武十星，名列第6的存在。楚双双感叹道。他们先前提到的光之符文，应该就是我们额头之上的符文，并且按他们所说，这所谓的光之符文应该是可以掠夺的。看来他们掌握着很多我们不得知的秘密，他们已经占尽了先机。楚清分析道。眼下这些都不重要，而是他们环宇弟弟和浩言弟弟落入了他们手中，怕是会倒大霉，我们该如何救他们啊？楚双双一脸担忧的说道。
他们太强大了。莫说灵狐轮，就算先前通天兽族的3位，也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我们贸然出手，只会把自己搭进去。虽然坐以待毙是最没用的选择，可我们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希望楚风弟弟他能够平安，并且快一点回来。楚青说道。听得此话，楚双双则是将目光投向了下方那个结界入口。就如楚青所说，楚风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此刻，楚风则是进入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一个极为荒凉的世界。楚风站在世界中心，他一动不能动，就宛如被禁锢了一般。但是他却可以看到无数强大的生物在这世界之中进行征战，有高达1万米，站立起来连云层都只能在其身下的巨兽，也有身高只有2米，但却具备着挥手之间便可毁天灭地的强大修武者。人族与兽族以及恐怖的凶兽，各种族群都曾出现过，征战过。这一幕幕不断在楚风面前发生，并且进展得很快，许久之后才渐渐平息。而当一切消散之后，楚风也终于是恢复了自由。先前那是怎么回事？太可怕了！莫非那便是远古时期的征战？楚风此刻落在了地表之上，可是他的情绪却是难以平复。先前的一幕幕看得他极为入迷。莫说被禁锢，就算没被禁锢，他也不忍错过任何一个画面。只是正因为完整的看到了那一切，楚风才会感觉惊叹，因为他能感觉到那些存在的恐怖。在那些存在面前，莫说是他是祖武星域的最强者，也将如同蝼蚁一般渺小。太强大了，那简直不像凡人的争斗，更像是神灵的战争。不知道当今的修武世界是否还存在着那等可怕的存在？楚风感叹道。虽然楚风觉得在祖武星域绝对不存在能与那些存在抗衡的家伙，可是楚风却不定在其他星域是否存在着那样强大的修武者。毕竟修武世界的浩瀚超乎楚风的想象。感叹归感叹，楚风立刻动身，凭借天眼仔细观察这方世界。因为楚风没有忘记他进入此处的目的，他进入此处可不是为了感叹的，而是为了寻求机遇。既然眼下恢复自由之身，自然要好好观察一番。先前在楚风被禁锢，周身发生着战争之际，这方世界简直就是浩瀚无边。楚风觉得凭借他的实力，怕是这辈子都无法飞掠出这方世界。那个时候，楚风甚至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困在这里。可是当那战争的一幕消散，这方世界便变得很小，真的是很小很小。所以凭借楚风现在的实力，想要观察遍这方世界也是不难。果不其然，不过短短几个时辰，楚风就已经游历了这方世界。只是可惜，他却是一无所获。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为何又在结界入口布置诸多杀阵？该不会是在玩我吧？楚风有些郁闷。他能够进入这方世界，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杀阵可以轻易将他抹杀，甚至将他困一辈子。若不是他观察仔细，他是已经葬身其中了。本以为经历一番险境会得到极大的收获，只可惜什么都没有罢了。最终，楚风起身找到那结界出口，便原路返回。返回途中，同样要经过那些险地，只是已经进来过一次的楚风再度回去，可谓轻车熟路。这一次相对轻松的，楚风便走了出去。只是当楚风回到那片汪洋之际，却没有见到楚浩言和楚环宇，只见到了一脸担忧的楚双双和楚青。竟然有这种事！此刻，楚风已经从楚青和楚双双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得知事情经过，楚风也很意外。他并不意外楚浩言和楚环宇被抓走，他意外的是灵狐天族他们不仅得知更多关于这圣灵光之阵的事情，居然还有这可以追踪到他们的追踪符。若不是楚青和楚双双身在隐藏阵法之中，怕也是会被那追踪符追踪到。看来现在除了我们3个，所有进入此处的星宿都已经在倒霉了。没想到灵狐天族竟然有着如此手段。楚风感慨道。楚风弟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楚双双问道。双双姐，莫慌，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你与楚青大哥在这里等我便可。楚风说完此话便起身离去。而楚双双与楚青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眼下的情形他们帮不到楚风忙，与其跟着楚风给他添乱，倒不如就待在这里等候楚风的好消息。楚风思路非常明确，他先找通天兽族和灵狐天族的族人打探好情报。虽然他没有抓到灵狐天族的人，也没有遇到通天兽族的人，可是当楚风看到梦魇灵族的人，便立刻确定他们乃是与灵狐天族和通天兽族的族人一伙的。而楚风也是成功的在梦魇灵族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居然是一匹母线。这领狐轮还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存在，看来是时候让你派上用场了。楚风说话间扯开衣衫，看向了自己长袍之内，在那里有着一套铠甲，此甲为火红色，而铠甲上的纹路更是如同鳞片一般交织有序，甚至还有火光涌动，非常的漂亮，宛如火焰打造而成，很是漂亮。此甲名为火灵甲，乃是当初楚风凭借一己之力击败黎氏天族众位小辈后，星辰圣僧所赠予楚风的礼物。相传这火灵甲防御力极强，身穿此甲，天仙境以下强者难伤分毫，而若是能够让这火灵甲认主，便可人甲合一。那个时候火灵甲的力量会被发挥到极致。莫说天仙境强者难伤分毫，就算在五仙境强者面前也可保性命。之前楚风也曾尝试沟通这火灵甲，想让他认主，只是可惜一直失败了。楚风推测是自己修为不够，当他踏入9品5仙，再想让火灵甲认主，便多半不成问题。而现在楚风刚好是9品天仙，想到此处，楚风便不再犹豫，而是盘坐而下，开始闭上双眼，专心与那火灵甲沟通，想要让他认主。而此刻被楚风抓来的梦魇灵族的族人，虽被楚风禁锢，
可却能够看到楚风所做的一切。他并不知道楚风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楚风的打算。见楚风听到灵狐轮的实力后，便立刻盘坐下，还以为楚风放弃了对付灵狐天族的念头，不由得冷嘲热讽地说道：“楚风，现在知道灵狐天族的强大还不晚，你现在放过我，然后去找灵狐轮求饶，也许他还会放过你。否则，若是他亲自抓住你，那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然而，他此话刚落下，楚风的身上竟然散发出磅礴的火焰。那是什么？看到那滔天的烈焰，那梦魇灵族顿时满眼的惊恐。他能够感觉到那烈焰的强大，那简直是可以媲美5仙境的力量。惊叹之余，他开始仔细观察，隐隐间能够发现，在那翻腾的烈焰深处，有着一道身影，那正是楚风。因为烈焰的存在，他其实看不清楚风，但是他却能够看到楚风的身上不再是简单的长袍，而是一件火红式的铠甲。那铠甲极为耀眼，哪怕被烈焰团团包围，却也难当他的气势。莫非这是传说中的火灵甲？可是就算是火灵甲，也不该具有如此力量。难道楚风让他认主了不成？这楚风居然让火灵甲认主了！此刻梦魇灵族的那魏族人几乎已经断定那便是火灵甲，并且已经认主于楚风。虽然认主之后，楚风的修为并未增进，可是火灵甲的力量却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他此刻满面惊叹，甚至已是目瞪口呆，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想让火灵甲认主，那绝对不是修为强便可以做到的，否则祖武星域那么多高手，早就有人让火灵甲认主了。想让火灵甲认主，其实最重要的是天赋，唯有天赋足够强大，才能得到火灵甲的认可。显然，楚风的天赋已经得到了火灵甲的认可。呼啦啦，忽然间，那磅礴的火焰开始收缩，眨眼间便回到楚风体内。最令人惊叹的是，火焰消散之后，楚风的长袍竟然也是毫发无损。那烈焰力量虽强，可是不仅伤不到楚风，居然连楚风的衣衫都不会伤到，似乎被楚风操纵着。你先前说什么？楚风对那梦魇灵族的族人问道。没什么。那位一脸惊恐，生怕楚风对他出手。先前的你都见到了？楚风问道。见到了。那族人说道。那你觉得凭借着铠甲的力量，灵狐轮能否伤我？楚风问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怕是伤不到你。那族人说道。很好，冲你这个回答，我今日放你一马。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拔空而起。其实不用那人说，楚风自己的感受最为清楚。让火灵甲认主之后，所释放的力量比楚风想象的要强。本来楚风觉得他想救人，必须寻找时机，因为哪怕让火灵甲认主，他也只是在关键时刻保命，并不能对抗灵狐轮。可是现在，楚风觉得这火灵甲的力量也许依旧不能对抗灵狐轮，可是灵狐轮也休想伤他，所以他无需大费周折，可以直接前去营救。眼下那3只通天兽族的族人早已是将楚浩言和楚桓宇带到了这圣灵光之阵的中心区域。他们两个额头之上的光之符文不仅惊呆了那3只通天兽族的族人，也惊呆了其他人。哪怕灵狐轮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他知道需要多么庞大的光之矿石才能够凝聚出如此强大的光之符文，所以灵狐轮断定他们2人能够凝聚出如此强大的光之符文，绝对不是巧合。他们掌握着寻找修炼资源的方法。正因如此，他并没有剥夺楚浩言和楚桓宇的光之符文，而是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并且他已经得知是楚风带着他们寻找到的那些修炼资源，一切都是靠着楚风。此刻，楚浩言与楚桓宇2人不仅皮开肉绽，浑身上下鲜血淋漓，他们2个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的差。快说，楚风在哪？告知我他在哪里，我便放过你们。灵狐轮说道。而他正说着话，便有2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此处。这2位正是梦魇无双和通天渊明，而他们2个还带着几个人，这几个人竟是离世天族的族人。离世天族的所有星宿都被他们抓到了，哪怕离岸之也在其中，并且离世天族的几人之中，就属离岸之的伤势最为严重，显然是经历了一番恶战。